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小说说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佛教。创造佛教的人是谁？涅槃是什么意思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年代诞生的？学佛的只能是出家的和尚吗？听说历代学佛的人都是名人学士，比如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柳宗元等大学问家。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，是不是就没有资质去学习了呢？佛教里的事情可以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吗？和尚是专门学佛的人，怎么有些和尚却很胡闹呢？还有最后，你要怎么说我才能相信佛教它是有道理的呢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零基础佛法入门。一、什么是佛教？一、创造佛教的人是谁？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，他是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，名叫悉达多。在成道之后，被称为释迦牟尼。传闻他在幼年时便已经知晓世间一切学问。随着年纪渐大，见到世界上的人和物相互残杀、相互蚕食，生老病死循环不息，就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，想要去寻求一个解除苦恼的方法。因此到了19岁，他放弃了荣华富贵，开始出家修行。在修行时受过许多苦，时常忍饥挨饿，但却从不因此灰心。在30岁的时候就得了道，成了佛。成佛以后，就在各处说法劝化他人，无论什么人，只要照他说的话去做，就可以解除烦恼，得到永恒的快乐。释迦牟尼佛这样说法49年，直到他80岁的时候涅槃。佛的弟子们把49年来释迦牟尼所讲的道理记录下来，这就是现在的佛经。通常大家所谈起的佛就是这位释迦牟尼佛。二、涅槃是什么意思？涅槃粗浅的讲，就是除尽了烦恼，到了不生不灭、永久安全平和、快乐宁静的境界。佛为了教化世人，所以才出现在世间，同世人一样的生活。等到教化的事办完了，佛就离弃肉身，回到原来不生不灭、永久安全和平、快乐宁静的境界中去。那境界就是涅槃。不知道佛的人看见佛入了涅槃，就说佛死了，其实佛是永远不会死的。3、释迦牟尼佛从降生到现在有多少年了？佛降生在周昭王24年的时候，到现在已经2500多年了。由于印度是个不重视历史的国家，关于佛陀准确的诞生年份，考古界一直有所争论。世界佛教友谊会于公元1950年在西南哥伦坡举行了第一次会议，讨论关于佛陀降生、成道、涅槃的年代，即出家、成道、涅槃岁月史实。由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记载有所差异，为了能使佛弟子交流方便及全球统一化，最终决定统一使用2500年说。但实际上，按照中华历法来算的话，并不是这样。虚云高僧曾说过：“魏书沙门昙默罪曰：佛与昭烧王24年4月8日生，穆王52年25月15日灭。”这样年月，多少年代都尊奉不改。昭烧王假隐至今已经2982年了，故而依此推算，佛诞生到公元2022年的佛历应该为3049年。4、学佛的不都是出家的和尚吗？不是的，学佛的人不一定都是和尚，无论做哪种工作都可以学，只要诚心学佛，不一定都要出家。古今因学佛而往生极乐世界的在家佛教徒是有很多的，他们在家中专心念佛，也能得到成就。5、听说历代学佛的都是名人学士，像陶渊明、苏东坡、白居易、柳宗元等有大学问的人。那么像我们这些平常的人，是不是就没有资质去学习了呢？这倒并不是这样。就好像大海里的水，无论多么大的动物都不能把海里的水喝尽，不管多么小的虫儿都能去喝一个饱。佛法的深广也和大海一样，聪明绝顶的人不能把它学尽，而一般的普通人也一样能学习。6、佛教里的事情也可以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吗？佛教徒所信的是正大光明的真理，没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，因此一切经论完全公开，什么人都可以研究，不像有些教门偏要说有什么真言秘诀不传教外的人。
7，学佛的人不贪图财宝和权力吗？真正学佛的人是不贪图的。释迦牟尼佛抛弃了一国的太子不做，无数的金银财宝不要，他是贪图钱财权力吗？学佛就是学佛的思想，学佛的行为，自然也不该贪财图势了。不过要知道，干一点有益于大众的事业，用自己的精力或劳力换取报酬，以养活自己和家庭，这不是贪财。凡是在军政机关干事的人，只要能真诚地为大众谋福利，保卫弱者的利益，这不算贪权。和尚是专门学佛的人，怎么有些和尚就很胡作非为呢？什么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论。和尚是出家的佛弟子，来自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，有品质善良的，有品质下劣的，有动机纯正的，有动机不纯的，有懂法的，有不懂法的，不可能个个都好。胡作非为的只是不好的一部分人罢了。古时候的玄奘、谦真、一行，近代的印光、弘一等高僧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代佛宣扬，对人讲说佛法，劝人为善，福国利民，化度众生，是有益于世间的。现在虽不及古时，可是到处仍有讲经说法，一面修行自己，一面度化人家的高僧。因为你没有学习佛法，所以没有看到。你只看见不懂佛法、不守清规的庸僧，便怀疑佛法不好，那就打错了。9，和尚也有懂佛法和不懂佛法的，但是有些研究过佛学的人，他们的人品怎么也不见得好呢？这也是不可一概而论。佛教徒良莠不齐，不能归罪于佛教。况且这少数略懂佛法、品行不正的人，若是全不懂佛法，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更坏。再者，学佛不是一动心念去修行就马上可以把恶习修正过来的。一部分学佛的人的确是真心学佛，可是他们过去带来的恶习气一时不容易去除，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反而不如恶习浅而未学佛的人来得正直。可是我们只见他行为适当，而不知道他们暗地里在对佛深深的忏悔，毅然决然地想逐渐洗清自己的污渍。对于这种人，我们应当以宽大的胸怀去原谅他们，同情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对于他们的前途要寄予极大的希望才是。还有一点，学佛要真信实践，不是披上纱枷，挂串素珠，念句佛号就算进学佛的人士了。真实学佛的一定要心心念佛，坚持5戒，奉行十善，修习6度。那一部分借学佛为名实偷盗之实的人，我们怎么可以承认他们是佛门弟子呢？比如我们不能误认为穿着西装披上白大褂挂了个听诊器的就是医生，一定要考察他的医理是不是高深，为别人诊断是不是悉心研究，用药是不是准确。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师德医生而怀疑医药是无用的。我们学佛是学习佛的行为和佛只是我们的法门，而不是学习某一部分不守清规以身谤法的和尚和居士。我们需以佛说的经典为学习的准绳，依教奉行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下次见。